出来一个。狼队这边后面得一战2减1个班位，对，直接搬掉。阿尔弗佐，看罗安纳是放不放？就告诉你，你罗安纳是放我就考虑要你，必须得搬。你搬不搬吧 ？OK， 你拿鲁班大师，我拿老虎，是这个意思。两个教练在对话。SK 说我搬进，你给我鲁班大师不？而你给啊，那你把老虎给我。就两边 SK 说行，一人一个。对，两个人通过 BP 在交流。鲁班纳什，现在到 SK 了 ，OK 我拿。好，现在到泽教，我也不骗你，我拿老虎，看他拿不拿。看老虎加杨玉环还是老虎加狄仁杰？杨玉环。花相融，春风拂槛，露华浓。老虎好，都很诚实。就看狼队这边出不出父子啊。其实，在老虎加杨玉环的情况下，是可以考虑出父子的，就硬爆发没那么足。哦，直接举5金啊！打老虎。7号来不来？九金这英雄不容易的，就哪怕大家都知道说只有金能打老虎，还是没太多人用。就你敢不敢选？太吃熟练度，对，也太吃整个队伍了。这个英雄的实际把握跟距离把握各方面要求太高了。是的。毕竟到后期容错没那么高，比较吃节奏。夏洛特针对对方父子的，而且这手杨玉环可以看情况再摇一手。第二季这边得搬一手狂铁，上把狂铁用过了。大乔，但是怕狼队这边出一手大乔，然后可能边路老夫子。哎，最近其实狼队的大乔出场不多，但是这个阵容配效果还乔挺不错的，显得是有点感觉不是很大，但是可能训练赛见过。防了一手，狄仁杰不拿肯定没了。狼队可能还得再考虑搬一手all in啊，肯定射手不拿嘛，这两个肯定没了。对，但这边得考虑再搬一手狂铁，狂铁这把不能放，放的话上半图强度太高。墨子这个点要不要出？狂铁。all in，看最后一班要不要再给射手啊？还有啥射手要搬的？对于梦蓝来说，还有一个虞姬，他是比较喜欢玩的。哎，其实这把虞姬还真行。对，因为整个其实可以。只有金这个英雄啊，他不能算是一个切后的，可能得考虑一下5楼出一下，因为最近其实归西来了一手吕布。你万一4楼出个虞姬，对，但狼队来了一手吕布。但你反正虞姬目前前3楼看起来他是不怕的。对，9大招能解控。只有金他也不怕。有2技能。只有金手太短，我直接搬掉了。作为打虞姬来讲，手太短，他不好切进去啊。这就是直接搬了不给，也算是梦蓝个人的专属英雄池吧。别的选手是没那么喜欢玩的，直接拿火舞，因为知道你上一把用海月了。那这射手拿啥呀？第2季？感觉不太多了呀，好难选。艾琳，拿艾琳的话，这个法伤有点多，没东西拿。但前期对线还行，因为你不能拿前期太弱的，对，拿这个阵容。嫦娥点对的针对火舞，蒙恬赶入五阵，这阵容射手真不好选，很标准啊，主要前排还有点多，你还不好打。归期的蒙恬是2战2胜，100%的胜率。哇，狼队这个阵容太完整了，就前中后期都有保障。主要你虽然看梦蓝是个 counter pick 的射手位，但他射手真的好难选。李元芳，这就是无奈之选啊，没得选了，你只能这么选。能够清线的也不怕被开的。你说你选个抗压型的，你说你选个守约什么的，这局比赛都没有你的声音，可能就过去了，结束了，就会特别痛苦。他还得选一个能抗压、梦蓝还在看4宝的，就是有没有什么英雄。因为现在是4宝在选英雄，看有没有剩下的什么射手自己能玩的。太难选了，这个射手不能拿那种很弱的抗压射。戈亚，觉得还是得拼一下前中期的团，选李元芳就太被动了。而且李元芳，说实话，打地打鲁班啥的，咱先不谈啊。橘右京确实切后排能力比较差，就李元芳是，但李元芳手更短，挺怕橘右京的。虽然说他有2技能，但是橘右京他就往前走，你2技能交不交？对，你交了我就1技能、2技能再抽你。然后蒙恬的其实李元芳也有点烦，对，给个减速你2技能就被迫得交了。戈亚的话好在有
能带闪，然后就是1、2能够有一些位移支撑，但这把也不是他射手位的局，还是得靠这把其实上半图。首先是老虎的经济，然后真和某种意义上来讲，可能是这个夏洛特。带进化了，格亚带进化，应该好久不见了。不带要被骂的，不带了这太容易被开了。主要是也防了一手嫦娥的这个一技对能，万一打团的时候被一技能给定住了。就梦兰这把真的不能怪他，他这个真的没英雄选。就在第2局，第2个轮班位连搬3个射手，确实没有太多的英雄池了。这个合理啊！你再拿怎么说呢？你对面是鲁班大师体系的情况下，你又不能说 SK 一看你前3楼你竟然选择拿对抗路，没有拿射手，就是这个夏洛特，如果你出射手，夏洛特你也是拿不到的。对，首先你公孙离用了双枪，你不可能说这把出个所长枪。对，然后你想拿夏洛特，你射手位就要被搬干净。对，你要是拿射手，你对抗路就要被搬干净，这就是一定会有一边个光掉的。取舍问题。是的，这把特别考验梦兰啊，梦兰这把人有点负重前行的，这把有点难搞。得靠其他几个队友在前期撑着了。对，起来之后还是可以有些画面。看一下前期怎么开局。狼队这个阵容，前但是吧中期也还是挺考验第二季的。有点凶因为首先对抗路你打不过吧，对打野位是 counter 吧，中路位是单点 counter 吧，你就会发现其实哪条线好像你都不太占便宜。其实我感觉第2季可能一局会换线，问题是，就如果他想要尝试去反一点小野的话，但我感觉狼队好像不怕换线，就蒙恬这边反正就打谁蒙恬都能接受。最不怕的就是换线，换呗。哇，这把这能不能稳得住啊？这把感觉压力也蛮大的，主要每个单点感觉都不是特别舒服。双方的第2局比赛，蓝色方重庆狼队，红色方佛山 DRG， 比分1比0，进入比赛。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正常分线，全军出击！橘右京和裴劲虎都是可以抢草的，只不过橘右京稍微会慢一点点。要不要抽个被动 ？A 一下，点到为止。1局就伤害就这么多了。高手对决，对，啊，这不那橘右换线，京想吃第1波中。对，我嫦娥的2技能直接把兵线打残，小胖的一个被动。我觉得不换线是对的。其实换线了，花园肯定比归期难受一点。对，就归期，说真的啊，你要搁下去刮蒙恬，蒙恬笑着清线。这样的话，小胖的刷野路线是中线上号的时候直接来 buff，就是防止你来摸我的山豪。那这样还是为了去帮下路提速的。是的，就是这稍微有点兜圈子。医生帮他提速了。这个空间之灵其实对于狼队来说不太好抢。当然，第2局也拿到了狼队的动向。对，小胖这里，那这波小胖可以多吃波中。索性反正快不起来了。王婉这波本来想反小野的，但看到鲁班大师跟橘右京一起抢中，对，就不太敢进了。万一被留了，自己应该走不掉。小胖这就是典型，反正我也不可能4-4，现在我的动向兜了一小圈，我干脆把经济最大化。这样其实小胖会赚的更多一些，他对于兵线以及这种小野的控制是比较多的。队友再来帮忙提波速。橘右京这个英雄，你真的要是倾尽全力，前期尽可能帮他建立优势。然后再一个玩得好的橘右京在选手的手里，他是会给你回馈的。对。再来强中，3人分。他现在已经领先了王婉400块啊，就是前面他的一个开野路线的一个布置。两波中线，然后反了一个小野，一闪直接开，动手没了。这其实就是我们前面在第1局开始之前我们说到的，就4宝其实前面不太喜欢跟，没办法。对，但这波只能说狼队临场应变太快了。第2季的取舍问题，加上他又是个进化哥呀，对，兵神没办法闪现啊，走不了。而且太快了，这2分钟的时间点，你让他退到哪儿去呢？感觉他要这个时候能退到2塔去，嗅觉有点太灵敏。主要这个版本也比较公式化，大家都习惯了，就是刷完一波线之后回去收野区，然后再吃下一波线。是的，就怕是对方突然来一波这种3包1啊、4包1啊。而且时间来的是比较巧妙的，那个时间点是蓝马上刷了。找花园，卡住位置，关门了，闪也不交了，又是2个人头的开局，打乱掉了。
那后续按照狼队的节奏要进野区了，看下一波时间能不能卡得住。这波应该是过来拿赤甲的。哎，其实我是感觉梦然这个戈亚放他在现场自己玩吧，他真有点难玩。然后这把你又没中线权，你线上又怼不过，就算带个进化也是被压着打。除非他每波都能够拿到信息，他能后撤。就或者说，比如这波一起来带他抢之后，把他带到中路去，对，抢完之后再来一起转向。你别把他一个人撂那儿，我是真的觉得有点折磨这把。这波还是没有选择去跟踪啊。但这样河道视野一直是狼队的呀。一技能，但有2段，你看这没地方跑，直接1闪给控制，无路可逃。我知道进化交了还是死，直接不交了。然后这里就卡得死死的，嫦娥加摩天太能打。就看到后面来了个鲁班大师，这个闪交了也是死，也不交了。是的，太难受了呀！一条暴君，狼队直接能 rua 掉，5秒钟。小胖卡这边还省了一个省，还要撤回去，说白了野区不让你进。第二季直接换龙，主宰换了也就换了，现在主宰一般没人要，比较被嫌弃。虽然说这样第二季能够跟狼对着发育，但是你的河道视野一直抢不过的话，中线权一直是狼队的呀。而且这个阵容本质上不是为了对着发育。对你选了个火舞和裴金虎，前面是要搞点事情的。但是这手火舞加裴金虎又被这个嫦娥加橘右京单点单防，做不了事。然后在对抗路上，花园虽然说后期要做，一闪直接开，拉回来，而且能冲，够不够？差一点点。弹墙走人，另一边杨玉环跟过来，掩护一下队友撤退。哇，这波医生的机会抓得很好，无奈伤害就差了一点点。对，第二季福大命大，这波跑掉了，这波有点危险。对，因为婉婉的话，他是抵抗鞋，苍穹是刚刚做出来的。嫦娥定一下，四宝这边准备大招了，还行，这波是被第二季给守住了。就第二季如果说一直对着发育的话，他的经济一直保持得很好。本来是狼队领先个500块的，这波一直被拉平了。他得找一个时间点把这个经济打出来才行。得找一波夏洛特能先动的时候，蒙恬不在的时候。如果蒙恬在正面，第二季的团也很难接。毕竟不是一个正经拼后期发育的人。这波狼队又要越了，四宝应该意识到了，想回防。这个伊塔应该是能守的，传送假装传保一下。但下一波这个塔得掉了，这波感觉下一塔都要放了，换半区吧。风萧这个装备啊，我的天哪！守护者之铠，四宝属性拉满，直接穿上了。活着才有输出嘛。也是因为这把前面鲁班大师几波开的效果都很不错，他可能觉得这把后面鲁班大师打团有机会，可能是先开的。其实现在拿到鲁班体系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不要完全被动的去保他，对，你能进攻你就进攻，就打得灵活一些。就是最好的保护，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。因为这把鲁班大师搭到第二季的任何一个人，嫦娥的一技能定下橘右京211，直接秒，combo 很直接的。目前顶上来，卡4个一套四宝。被迫交闪，被卡住位置了，一枪，进化解大招。但这波中一塔感觉有点不太好守啊，是火舞啊。婉婉这边前压位置不压了，这波有红区，不着急，还好。现在狼队只要5个人抱团，整体的压制力还太足了。早点人装备也是1分钱掰成2瓣花，小吸血书。然后直接得梦魇，因为老虎和夏洛特都做不了。杨玉环的话做也只能辅助装做完之后再做，来的太慢了。啊，这样其实给的威胁也不会太大。就主动权一直是在狼队手上的。对。火舞这边绕后了，但是伤害够吗？要抓蒙恬没大的蒙恬大招好了，卡住位置有点慢，这个大招来的。这波控制抓得很好，在蒙恬大招起手的一个后摇，正好是没有卡到这个霸体的时间，起飞了一下。这波卡得很极限，对，再晚5秒来，蒙恬早点把他让开出来，这波不一定。如果霸体规避了火舞的一技能的话，这波灰气是能活的。是的。我们打得很凶，有苍穹不怕。哦，咬进去，哇，距离没有跳到2段，短了。2段如果跳到防御塔的话，应该咬死了。这波往往就是仗着自己有苍穹啊，硬来了一波。对，容错率高，不怕吃你一整套的输出。
经济现在也几乎快跟小胖追平了。逮到找花园有苍穹拉开，但第二条暴君的话，狼队应该可以直接控下。走进来看了看。10分钟那个点就感觉第二季不能放了吧？这现在还能尝试性的去博弈一下。10分钟那个节点感觉不打对对打。再换龙，但正面狼队选择直接压中一，知道第二季这种守塔是比较弱的，直接推掉。还是这种正面站个蒙恬，你活无也难受。主要第二季这种只能开起来，他们如果对着守线的话，太难守了。守不了。就这个蒙恬，哎，主要这把早点就是应该属于最痛苦的那一个，开也不知道怎么开，站个蒙恬甩也没法甩。装备嘛还要去补个梦魇，什么都要他。对，这波花园得回下路了，不然高地有危险。其实，在整个第二季的选手当中，在开团属性上超过平均线的就2个，早点和四宝。他们整体就第二季这边还是整体比较依赖中辅的开团的。对。但现在经济也几乎持平啊，这季其实对于第二季来说也能接受了。毕竟前面基本上都一直是被压着打的。看10分钟吧。摩天大招 P 位置，四宝可能得交大招。小胖的状态有点差，这里直接被配合秒掉了。但另一边摩天往上一顶，配合队友直接拿到嫦娥的人头，日火5的人头，回头再打1换1，得稍微拉扯一下了。这波小胖直接被秒了。是的，是直接黑沙爆弹盖脸，然后配合一套控制全部灌上去。早点第一时间把技能全给了，但给完之后自己也出不去了，然后被嫦娥击杀。就这波等于是早点拿自己跟小胖完成了一波1对1的单换。这样其实慢慢拖着拖着，夏洛特的作用会越来越好，对于父子的一个威胁就会越来越大了。花园已经3件套了，他其实可以越过蒙恬去找父子。对，其实刚才是。换龙，狼队刚才第一时间他打的是中右偏上边的位置，然后第二季完成了一个下面的反包，两边其实反应都很快。对，换龙这样也还可以，没有正面硬拼，因为正面拼团战感觉都风险太大了。第二季这一把在置换的层面上做得很好，对，就每一波暴君他都去换主宰，然后10分钟的暗影暴君他换暗影主宰，就确保我一定不能是亏的，有东西可以去拿。经济现在反倒是第二季小领先几百块，对于两边来说，现在就一波团的事情了。这个经济是能碰的，但医生其实下一波可能得小心一点，如果他着急去开的话，很有可能风萧这边就会被切。风萧这个装备啊，把格子卡的满满当当。他这样的话，其实破晓就会来的比较慢一些，对，因为他有一个守护者之铠和小吸血。四宝又补了个梦魇，哎，第二季可以再拖一会儿，他们这个暗影星风还没放呢。狼队比较想把就是大家在这种线上拉开了打，摆开阵型打，对，他是最舒服的。第二季就是得直接突，第二就是趁你不是从侧面或者背后直接动手，对，直接怼脸上。啊，早点看他这个装备。所图甚大，但这波是想包归期的。这会儿要拿肉身去开团的。2闪抓到，归期走不了了。是的，4包1，反应非常快啊！到底是谁包谁呀？第二季打游击战啊！而且上路是一条龙兵，可以推上高，卡着位置，人能不能卡住？是的，然后兵线往过送，能点掉。点高地塔，你一个没反应过来，高地没了，再往前压一波黑沙爆弹，直接盖子环被迫交人，但是回头一个反定定住了，地线没拉回来，霸体再定规避一下，很。细节，这波第二季的处理做得太好了。本来是归期想跟着下路带完线的4个队友去包对抗路的裴擒虎的，但是第二季没反应过来了，立马4个人清中，配合边路的队友直接过来反包蒙恬。就是其实第二季也知道大家在正面摆开了打，我越不过你的正面，所以他也不想在正面碰，他就通过不停的用这种视野在侧面兜，然后反包，然后想办法抓你的屁股。我们在上帝视角可能看这件事觉得好像挺轻松的，但是真正在局内做出来的其实是单边视野里很难做。对，你这个临场应变做的得非常快，就那1秒钟的时间能不能抓住？经济曲线在被第二季将近反超3000，然后关键抓完之后直接卡着。其实现在狼队必须得保住风萧了，现在花园的装备
起来之后是不怕第一波的消耗的。 9000了。风萧已经把自己的破晓子焕这掏出来了。边在蹲，哦，被火尾扇子发现了。现在两边得为下一波的双龙做部署。塔前其实是第二季的一波机会。小胖现在得当个带刀士了。对啊，这波大招只是为了劝退一下。逼链子。风萧的状态还是保持的很不错的。这波断完线应该可以准备去战龙亨视野了。狼队很心急啊，狼队很想把这个上高给他解决了，把超级兵放出来。对，确保有兵线的优势。对，但现在他们兵线是劣势的，他们只能先处理远边线，然后往暴君这边靠。哦，风萧不降了。 装备还是挺完整的。婉婉这把的出装也很暴力啊，最后一件应该是破军。哇，刚说完直接出来了，不爆发。而且他的破军是比橘右京早出来一些时间。是的。小胖现在还没做出来。换龙。这波狼队选择换龙，换的很快。正面来不来得及？有点来不及。有机会能 run 掉。开。正面龙被打掉了，那狼队是不是要撤？这波可以接了。要顺着龙打吗？ 往前压一波，归期压住了位置，侧面橘右京在卡着位置保队友，一声长射的拉没拉到，要换开大，往前压一波，狼队要且战且退。 小胖在这时候掏出了自己的破军，两边的决策做的都太好了。然后瞬间进野区，既然正面不好打，进野区拿波红，然后再往下线压。第二季的反速度也很快。这波狼队是想正面2个人拖住对方5个人打龙，然后拿完主宰正面再过来接。但是挺尴尬，他如果冲到一半那个暴君打掉了也就算了。对，冲到面前之后发现暴君被拿了，第一时间发现不能打，但离得太近了。这时候佳绩就要主动去开了，但是被狼队这边化解了。 对吧？精彩起来，第二季的状态感觉回来了。继续抢中，但这波两边是一个劣势线，得回去了。大招逼大招。杨玉环没大的时候，其实得小心一点。但其实他没大，基本也就鲁班大师能开到，他不可能是平白无故上去被小胖戳一刀。主要这把四宝其实有几波是主动去2闪开团的。全部藏在中国。夏洛特在正面跟风萧给链子，给链子。正面可以下大招，黑沙打了一波长的状态。小胖过来一刀捅到莫兰，好痛！哇，这波其实莫兰有点危险，是被小胖的1、2抽了一套。对。他手头现在也没有个正经防装。说小胖最后一件也是破军啊。本狼，冲！ 拉回越规避，但是回越规避出来之后怎么办？看到你双兵带线入视野了，正面直接奔狼冲，就不管3件一冲到就是赚，冲不到就认了。然后四宝能交出大招，但是早点只能今生能死。就算你交完今生，原地还是可以去等你的。这样的话，狼队可以打人数差了。反应速度太快了，看这波能不能把双高给破掉。上高应该能拆，是扫了一中梭，路把2个人给逼出来了，转上高，梦天开大招。 直接往前顶，先把高地的优势拿回来，能破一路高地就是赚的。这样的话可以反一下第2届的红 buff， 后面第2季要更谨慎一些了。就边路如果带线，中路是不能直接去挤出去的。刚才那波应该是个无视野的盲冲。反完红再反蓝，这样的话可以稍微把兵线给运一运。 其实第2季打团还是特别依赖花园的夏洛特的，特别是他在边路带线的时候，正面的其他几个人一定要注意。对。啊，双方各换了个半组。但其实狼队这边现在其实没有那么依靠小胖的橘右京，正面蒙恬只要把视野挤出来，有机会就保着鲁班笑反打就行了。对，保着小胖清了波线。又看到夏洛特漏视野，掉的有点多啊！子焕这个往前挤，他这个离草有点太近了。后面看蓝 buff 能不能让给他。 哎，双方你看又镜像，再转一圈，主要是看下一波第3波龙团的博弈，到底是不是继续换龙了？是的，现在是左转到右，右转到左，大家各自把刚才你带的线处理掉，就这里也不掉人。这个两边的看蒙恬，看蒙恬，没选择绕。第2季应该猜到自家红区有人占了自家的蓝区，应该要换了，但是主宰是先刷新的，狼队可以直接 run 掉。这个时候转一圈，这波速度可是快啊！狼队这波是主动的，能赶过去吗？ 来得及，手里有个奔狼，6秒钟的时间差，卡在左边，先给了视野。医生这边奔狼给队友加速，要开吗？为的是把第2季的人给劝退，不是特别好开吧？
得开到关键点才可以。想抓龙龙，压得很低，蒙恬往前挤，但龙骑被拿掉。另一边，夏洛特跟橘右京切风出了一把萧被切了剑法，但是风萧这里没了，在进场的一瞬间被定身往前压位置，龟妻闪现往后拉，花园还在追跟场里面，老虎锋芒毕露以后啃掉龟妻，5个人往前直接压进，紫冠状态也不好。哇，这一波 DRG 也是让花园站到了红后，卡住了小胖那个位置，才让正面的4个队友直接把这条暗影暴君给 rua 掉了。我觉得狼队这个挺难办的，他其实2个人卡住了主宰的位置，但已经做的很好了。但问题是你接过来之后，你拿不到这条龙啊，你也开不起来，你还是等他拿完龙给你打呀。花园在红后卡住了小胖的位置，正面往往是把龙给 rua 掉了。这边找小胖，小胖有复活，起身可能要被也守就，是拖时间。明刀出出发，明刀想强换，但我觉得这是个很难解的问题，就是你去了，他还是能拿到暴君，拿完暴君他还是要打你，怎么办呢？除非就是他们在冲的第一时间得把团开起来。就说白了，我不等你拿完那个暴君，我鲁班大师直接就开了。对，但是当时的鲁班大师是没有办法跟着其他几个队友一起的，他是第一时间在龙坑里面为了去找第二季人的视野的，那不就等于又一头撞到了拿完暴君的第2季脸上吗？所以说这几秒钟的时间差还是没有抓住，第二季还是应对好了，应对好了。而且小胖跟花园彼此卡了一下位置，另一边风萧就没了。但不得不说这一把的博弈确实精彩很精彩，我们这看的是上帝视角。对，这个龙两边都是5比5，都是不停的选择换龙，从第1条龙换到了第5条龙。是的，其实这种高手之间的默契啊，就彼此他们其实都知道对面对方在干么，什么，也就是他们脑子里非常清楚，虽然地图是黑的。搭把手，但这把打完中高没掉，而且两边梦蓝过的都是上全局团战伤高。害47771，远高于戈亚的平均团战值29000啊，高了近2万。这样的话，两边又要见到福茂龙王了。但这波上路线体验是被 DRG 给过掉了。说实话，蓝子这把一个被迫选出来的戈亚打出来的效果比想象中的好，敢操作，哎，这边又是被盯到了。想跟一下不敢跟，点子拉回来，又要博弈了。这个可就一会儿比谁抢龙厉害了。拼斩杀线了呀！天穹都掏出来，该换的都换一换。夏洛特绕在侧面的位置狼队被小胖从后面看到，能逮到吗？5个人要围殴这个夏洛特往前追进，2技能再留一手，但另一边医生有点落单，关键是风萧的位置怎么说啊？往前拉一波早点先倒，蒙恬卡住位正面有点顶不住，直接无坚不摧，橘右京边拉边撤，来回2剑自己撑不住团战的效果。直接2连击破之后被团灭，佛山第2季一波冲击，3连决胜4连超凡拿下这波团战。或许是有兵线的。哇，这一波其实狼队已经很果断了呀，但是第2季够猛，他们直接选择4个人去硬接这波团，打赢是了。你在追花园，我在追你，带着兵线直接冲进水晶一波完成追击，断掉自己小局连败，恭喜佛山第2季！这一把没看的观众一定要好好的回去仔细的回放一下，很精彩。太精彩了。最后的一瞬间里，短短的一小片野区里面堆了整整10个英雄，技能砸在一起，